这春天实在是太神奇了，从4月初到5月初，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果树啊，还有蔬菜呀，好像一下子就全都长大了。这些是早春的时候种下的第一批蚕豆，看看全都开花了。再从这边看看呢，好多豆荚都已经长出来了。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上新鲜的蚕豆了。看看近处还有远处的这一整排枣树，早春4月初的时候还都一个芽点都没有，现在所有的小嫩芽也都冒出来了。看看这些芽子的长势还都是挺不错的。早春在给这些枣树修剪的时候，也是本着1刀堵2刀簇的原则，看看这修剪之后新长出的芽子是多旺盛啊！枣树还有枣树中间的空隙，我们也是早春的时候散播种子，种上了一些小青菜。这一些呢是羽衣甘蓝，看看这些羽衣甘蓝，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边就是离枣树近的地方，这些长的个头特别的大，中间的地方就小一点。这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早春的时候是给枣树施肥了，而羽衣甘蓝本身是没有额外给施肥的，所以这些离枣树比较近的地方长得就是特别大。这也能看出肥料对于这些蔬菜生长作用是多明显呀！这右手边呢，这些松花菜长得是不算特别大，中间的地方呢，我们是撒了鸡毛菜，看看现在这些鸡毛菜都已经开小黄花了，变成覆盖作物了。本来当时是种了2排的松花菜的，右边的一排呢，因为没怎么照顾，地势又比较高，缺水，给旱死了。左边这一排因为地势低，所以现在长得还可以。然后前面的情况也是类似的，死掉了一排。今年呢，因为特别忙，也没时间照顾，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了，也没给他们滴灌，后来也没有额外的进行追肥。左手边的位置呢，是下一棵枣树还有第3棵枣树中间空当的地方，当初是种了萝卜，现在也已经长不小了。这萝卜的长势和羽衣甘蓝一样，离枣树近的就是枝繁叶茂特别大，在中间离枣树远的地方呢就小一些，也是因为给枣树施肥的缘故。再看这些枣树，当初修剪想让它冒出壮芽的地方，也都是按照预期长出了比较壮的这种芽子。再往前走呢，这枣树中间种的是樱桃萝卜，这些樱桃萝卜呢也没怎么收，也没怎么吃，结果都开花了。其实菜园里边的这些开花的菜呢，还是能吸引不少的七星瓢虫的。看看这一个地方就有2只七星瓢虫。右手边这块有几颗牛心甘蓝，这些牛心甘蓝呢都已经开始包心了。看看这种，后边的这个看着更明显一点。继续往前走，左手是发了芽的枣树，右边呢是娃娃菜，是已经开了花的娃娃菜。这些呢主要是用来吃花苔了。然后左手边的萝卜呢是另外一个品种，也开了这种小白花。然后其实我们中间主要种的是草莓，当时想着这些小萝卜迅速长出之后就能给它收掉，结果因为今年还是太忙了，都没来得及收。然后再看看这些草莓呢，其实也已经长大了，这儿都有红了的草莓了，那边还有。回头我得把这些萝卜呀都给它清理掉，这些呢就喂鸡了，然后草莓就可以长起来了。前面的那些萝卜也是给清理掉。继续走，还是娃娃菜和白菜的花苔，还是枣树，然后这边还是很多的萝卜花要清理掉的，这边也是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冬枣，现在才发了几个芽，看看今年能不能迅速长起来吧。前面也是草莓的中间的萝卜。右手边的这一些呢，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散叶生菜似的，其实大部分我们当初种的都是原生菜。这些原生菜的品种我们也是第一次种，不知道最后长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。不过现在的整体长势还不错。这棵呢，明显就是散叶生菜，我们可以看看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。再看看这个原生菜，这棵呢已经是有一点点要包心了。这和我们以前种的原生菜不太一样，这包心的感觉还有叶片的感觉都有挺大的差别的。这又是一个要红了的草莓。再往前看看，看看这些生菜长得是不是还是挺喜人的，就希望它能早点包心吧。如果不包心呢，就当成散叶生菜来吃了。看前面呢，这中间有一颗，这一颗就挺明显的，包心包的已经不错了，不知道其他的为什么会散成这个样子。这棵枣树的芽子基本上全都长出来了，
我这菜园里边呀，有好多的这种恶草，像这种它的根儿是特别的深，除起来特别困难，而且你除掉之后呢，很快它又长出来了。这个回头还得要再给它除一除。前边继续，这些是草莓，草莓的中间种了一小排的胡萝卜。看看右手边这些紫红色的杆子，开着黄黄的花，这些都是红菜苔。当初在早一些的时候，嫩的那些菜苔我们还是吃了一些的，不过天气暖和了，长得太快了，都开花了，现在已经是吃不了了。不过这些花菜呢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其实还是有它的作用的，能吸引好多的蜜蜂，然后也能吸引一些七星瓢虫。这样的话，蜜蜂就可以给果树啊授粉，七星瓢虫呢，它是可以吃掉好多的蚜虫的。这边的这一小片长得郁郁葱葱的，这些是荷兰豆，是我们用来掐豌豆尖吃的荷兰豆。看看现在已经长挺大颗的了。如果要是想收荷兰豆豆荚呢，那这些其实是要搭架子，让它爬一个至少小一点的架子的。不过我们掐豌豆尖呢，也就懒得再给它搭架子了，就让它这样，然后回头就把这些嫩尖都掐了，然后做炒豌豆尖吃就行了。这边空地上没种东西的地方长满了这种恶草啊，真是头疼。这边这3棵呢是散叶生菜，这些散叶生菜也基本上已经长成熟了，都是可以吃的了。既可以掰这种嫩叶子吃，它后边还会生长，也可以整棵的采收下来。远处旁边的这一排是去年秋天种植的覆盖作物，如果一直往远处走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是远远的一整排的。这些覆盖作物本来想着早春的时候，如果需要用这块地就给它清理掉，但是也用不上。然后当时是清理到一半种果树了，剩下这片就让它长在这儿了。好处呢，当然是抑制杂草了，然后就是能吸引有益的昆虫。像这些瓢虫啊，其实都是这些花啊，还有覆盖作物吸引过来的。我这说着说着，好像又下雨了。看这一排是第2批的那些松花菜，还有牛心甘蓝，这些长得就比较小。这松花菜和牛心甘蓝幼苗时候长得挺像，但仔细看看呢，你看这松花菜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而那些牛心甘蓝呢，还是能明显看出差距的。看，差别还是挺大的。这些都是牛心甘蓝，已经开始要卷心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些第2批的白菜长势也不太行，还是因为天气忽冷忽热，然后后边一热的话都长花苔了，都是按照花苔的方式来吃的。这种紫色的白菜呢，倒是没有抽苔，不过因为我们是靠天吃饭，没怎么照顾，看起来长得也是挺慢的。再往前一点，这些密植的油麦菜长势是挺不错的，我们其实已经是拔掉一部分来做麻酱凤尾吃了。剩下的还得继续拔，给它拔得稀疏一点了，后边呢才能长成那种大颗的油麦菜。前面的紫叶莴笋也是4月份的时候旱得太厉害了，如果有滴灌的话，那现在肯定不只是这么大了，应该已经长很高了。这就慢慢让它长吧。今年可以算是这些年来最佛系的一年了，本来是不想种这么些菜了，好多菜都是随手就种下了，也没怎么管它。看这油麦菜长这么喜人，其实还是算是意外的收获吧，因为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。继续再往前走，前面还是好多的莴笋，其实这莴笋中间呢，应该是再继续除草了，看看后边有时间再弄一下吧。又到菜地的另外一头了，现在这雨是越下越大，而且风也大起来了。这边看这些覆盖作物，看起来就更壮观一些了。走到近的地方呢，可以看出这些黑麦都已经结麦穗了。这种羽衣甘蓝也是开黄花了，然后里边这种紫花，看这种小紫花，这些都是豌豆。这棵樱桃树现在的整体长势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抓紧时间再看看这大菜园南边这儿，我们已经铺上地膜的。这些地方呢是前2天才刚刚移栽过来的，这一整排一直到前面种了小番茄，然后大番茄、茄子、青椒还有辣椒。左边呢是葡萄架，前一阵子才把下边这些草给收拾干净了，然后这些葡萄枝呢还没来得及绑，上边这些破网本来想提前给它收拾的，说了好长时间了，现在也没时间给它收拾。还有绑葡萄的铁丝好多也已经松掉了，也需要处理一下了。这葡萄架下边呢也是当时撒的香菜种子，现在长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像香菜这种调味用的，其实春天的时候撒上一把种子，后边长出来就足够吃了。
再看看这西红柿的小苗，今年的西红柿我们都没有移盆，直接就是在小的育苗盒让它长起来之后，然后就移栽到地里边去了。这样是比较省事儿，比较省时间，但是缺点呢就是这些苗呢不够壮。再看这一整排的大蒜，现在也是明显的要长大好多了，后边整个一长条全都是大蒜。近点看一下，长得还是挺粗壮的，而且好多都已经抽蒜苔了。看看这个，等再长一阵子呢，这蒜苔就可以收割了。这葡萄呢也是都开始开花了，后边确实得抓紧时间把这儿再重新整理整理了。像这种特别小颗的葡萄是被鹿给我啃过一次的，啃过一次之后，这明显比旁边的葡萄要小多了。这颗就是还没来得及给它绑在上面的铁丝上，所以风一吹就给吹倒了，这还得给它扶直了绑起来。这后边这些就是甜椒还有辣椒了。我们今年是没有特别着急，基本上都是在5月10号左右吧，等天气彻底暖和之后才开始移栽的。这边这葡萄架这儿没有种葡萄，还有其他果树的地方，我们也是种了一点丝瓜。看看这一颗丝瓜小苗，等它长起来，就让它和这些葡萄一起爬这个葡萄架了。看这辣椒小苗，这缓上几天呢，看着长势还是不错的，后边应该就能发力了。再往前走，这片什么都没种的地方，也是种了一颗丝瓜的小苗。再往前走，这些都是茄子。这茄子呀，是这些菜里边最爱招虫子了。看看这上边已经有那种跳甲虫了，这还得用除虫菊酯、苦楝油给它处理一下。前一阵子我在苗圃买的软枣猕猴桃，这是一颗母的，中间是公的，远处那颗是另外一颗母的。这3颗都已经移栽这儿种好了，就看明年的了。这生长的长势还是挺旺的，这些条呢都是移栽之后重新抽出来的，这发枝能力真是太强了，回头还得给它稍微修剪修剪。前面呢这还有2颗小苗，这2颗呢是西葫芦，这是1颗，前面还有1颗，然后前面还有点空地呢，还可以再种一些苗，但是还没想好种什么。其实像这一整排的菜呀，已经是足够我们吃了。那些西红柿呢，我们肯定到时候会收一部分冻到冰柜里，留着冬天吃了。茄子、辣椒呢，那如果是吃不了，肯定就浪费了。所以这块空地呢，我们也是不着急，没什么想种的，可能就先不种了。我们是育了好多的小苗，现在其实还有好多小苗在地边，还有育苗的架子上呢。这边密植的这些大蒜，当初是想收青蒜苗来吃的，拔了几次，发现现在再过来看，好像是没什么变化。这种的还是太多了，虽然当初看起来就一小块，但是真长出来之后，发现是完全吃不了呀。好多都已经是抽蒜苔了，后边可能也是就让它收大蒜了。这大蒜种起来比那些青菜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吃它的青蒜苗，也可以抽蒜苔，到最后呢都吃不了了，长出大蒜头来还能收起来储存起来，那比那些青菜还是要实用多了。又回到地头的地方了，这些就是我们移栽剩下的。看看这是甜椒、辣椒、西红柿还有茄子的苗。这大菜园呢，目前就是这些东西了。这块空地的地方是前2天才刚刚种下的糯玉米，现在还没有发出芽来。右手边是种的蚕豆覆盖作物，这些呢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，真的是什么都没管它。这蚕豆的益草能力啊，还是太弱了。看看这空当的地方，还是长出了好多的草的。以后呀，要是当覆盖作物来种，还是得种那些专门覆盖作物的品种，或者干脆就种荷兰豆，或者是种那种覆盖作物的毛豆了。那些的长势更旺一些，益草能力更强。右边的这一大片被青储塑料布盖住的地方，今年我看是用不到了，实在是没时间处理了，就这样盖着了。今年是太忙了，家里边有一些事儿，自己呢又想是把菜园往果蔬园的方向过渡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佛系种植了，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。现在看看呢，整体的效果取得的成就呢，还是挺满意的。这和往年相比啊，自己付出的时间精力还有浇水施肥这些都要少多了，不过投入的少了，产出还是挺多的。相比较之下呢，投入产出比是挺高的。有时候仔细想想呢，目前的这种状态已经是有点像食物森林的理念靠拢的意思了，靠自然生态的平衡，用最少的劳动来得到最多的收获。看看现在走过的地方，随处都可以看到七星瓢虫，这也是生态平衡的结果。其实往年的时候，这些蚕豆上面应该早就有蚜虫还有介壳虫了，今年还没有看到踪影，可能也是因为七星瓢虫多了的缘故吧。
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，有好多介绍用有机的方式来治疗和预防菜园里边的害虫。今年呢，就连那些有机的方式都一次还没有用过，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持续的更长一些吧。如果能用生态平衡的方式达到丰收，那比用有机的方式又上了一个层次，又高了一个境界了。再来看看菜床这边吧，这个是薄荷，又已经开始发力生长了。这里边前一阵子散播了小葱的种子，现在肉眼是能看到已经有好多的葱苗长出来了。这边是以前种芹菜留下种子自己长出来的芹菜苗，我们给它挖出来分了一下根，又重新移栽下去了。这些小不点儿呢是直接买种子种的苦瓜。这边还有，其实像是苦瓜、丝瓜这些呀，如果大家不想育苗，那也可以买种子，比如说买2、3粒种子，其实在外边发芽还是挺容易的。这边的蚕豆也都是已经开花了，这儿还有一些胡萝卜，然后这些空地的地方呢，还有好多的豆角。看看前边这种又被兔子吃掉了，这是种的荷兰豆。这一排是更多的豆角都开始发芽长出来了。这苗啊，如果是被兔子发现，那又危险了。这边这2个菜床种的大蒜是专门用来收大蒜头留作蒜种用的。这些大蒜呢，比大菜园里边长得就要更粗壮一些了。这里边是我最喜欢的格鲁吉亚火，看看现在这些蒜苔都已经抽出来了，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收获了。从我这几年种植大蒜的经验来看呢，这格鲁吉亚火的品种，它的生长速度比较迅速，抽蒜苔呢也比较早，抽出的蒜苔都是整齐划一的，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整个都给它采收掉。这是我最推荐种植的一个品种。这边的这个品种是音乐大蒜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个品种。它的特点是蒜头长得特别个儿大。这个大蒜呢，现在也有一些开始抽蒜苔了。这边坏掉的大棚里边，前一天我们移栽进了一些黄瓜苗，这些黄瓜苗大概是有10几颗。作为第一批黄瓜苗呢，应该是够我们第一阶段来吃了。前面另外一半地方呢，后边再接着种第2批。这边呢还种了一些豆角的种子，看看现在也已经开始出苗了。前边还有一小片的油麦菜，剩下的那边绿色的地方就都是草莓了。这边种果树的空地上面，前一阵子种的鲜食毛豆看起来是要失败了。本来好多种子都已经出苗了，后来我发现呢，怎么越来越少呢？本来是好多的苗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你过2天一看呢，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看看那些针叶都已经被吃掉了，这还算是好的。你像这种呢，这整个尖儿就给吃没了，这整颗毛豆就算是废了。这都是兔子干的，这菜园太大了，兔子又泛滥，真是头疼啊。前一阵子才刚刚把菜园围好，把路给防住，这还得继续想办法防兔子。希望他们能口下留情，最后多少给我剩点吧。其实我这菜园里边呀，种别的菜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怕兔子，有些菜呢，无非就是稍微多种一点，它破坏力没那么大。最害怕的呢就是毛豆，还有一个就是红薯了，全都给你吃了，而且是不停的过来吃，根本就留不下来。好多时候啊，都会感慨，面对这些好的生态、好的自然环境啊，种果树啊，种很多的蔬菜，还真是不容易呀，辛辛苦苦的，可能一夜之间就都被他们毁掉了。这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啊，还是昆虫，都跟我们来抢食物。差点啊，又把这些韭菜给落下了。这些韭菜呀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长得特别好。其实很多的韭菜都已经需要再分根了。前面这几排呢是新割过的，现在又长出来了。后边有几丛是分过根的，看看整体长势就要旺很多，这也粗了好多。这些是野生藿香，当初种了1棵，这几年就是到处都开始往出冒藿香啊。这藿香的叶子上，看看这又看到了七星瓢虫。这瓢虫可真是多，瓢虫多，蚜虫就少，所以菜园里边多一些瓢虫还是相当不错的。